从我们相遇的这一刻起，我便知道这一生我心里再也无法容下其他人了。我爱你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你就是一把钥匙，一把打开我心房的钥匙。你愿意收留我这颗被久久锁住的心吗？ Bravo， 真的是太感动了。我的睫毛太后化掉了，我去补补妆啊。你赶紧找个编剧改改词儿吧，太恶心了。这段戏词是我10万1级的编剧写的，超级感人，都快说呀！是你的10万编剧，喂，乱七八糟的。苏格兰，从我第一次开始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你。一定会答应他，对，一定会成功的。谢谢金导，谢谢大家的欢迎仪式。我也很喜欢金导，也很喜欢这个团队。我能有幸加入节目组，和大家一起共事，是我的荣幸。今后我也会好好努力，和大家一起进步。也希望大家在今后能够多多关照。哇，好棒的入职仪式啊，好感人啊！欢迎可兰。谢谢金导。欢迎可兰姐！欢迎可兰姐！谢谢。那个，我带于总给大家订了饮料和蛋糕的啊。谢谢于总。谢谢于总，谢谢于总，行了，干活干活！要是按照我的台词说，早就成功了。还好没按照他的台词说，我连呕吐袋都准备好了。赶紧干活了！哇，我最喜欢吃豇豆了。是豇豆。哎，不过在上海那边，它确实叫做豇豆，地方不一样啊，它叫法在全国确实是不一样的。是吧？是吧？于浩用的泡豇豆，我们那边就不这么叫，是从公司冰箱里拿的。长豆角。其实不管它叫长豆角、豇豆还是豇豆，他把冰箱里所有的泡菜和卤味全都拿走了。今天我们的于总后来不知道是哪个小贱人，估计是想引起他的注意，也做了泡菜。他连碰都没碰。录着呢，和我说这些干嘛呀？他不想换泡菜，只是习惯了。喜欢只是一时，习惯才是最高境界。他更喜欢番茄，番茄当天就弃他而去了。他车钥匙上的番茄不是还没换吗？大姐，好酸，好酸，好酸。哇，这个声音很好听的。这个导演粗俗的很，别被他现在人模狗样的样子给骗了。好厉害呀！
来吧。哇！哎，于总，有一个问题我特别好奇，今天您为什么会选择一个泡豇豆炒肉末这道菜呢？炒肉末用的泡菜是自家传承的味道，请朋友吃自家泡菜做的菜，就像是把自家一代代的味觉记忆展现给他。为什么都是泡菜做的菜？在他乡的朋友最怀念的就是家里的味道，而请朋友吃自家的泡菜，感觉就好像把自家一代代的味觉记忆展现给他一样。而喜欢一家的泡菜，也许就代表喜欢他所有的记忆和思念。喜欢他所有的记忆和思念。于总，这是你们家的泡菜，那我得尝尝，太喜欢了。哦，尝。看来我们于总对泡菜、泡豇豆这个菜特别有情怀。好好吃。他喜欢吃我们家泡菜呀。喜欢一家人的泡菜，还是能成为一家人的。感谢收看本期节目，下顿吃什么？陪你一起好好吃饭。啊，录制结束，辛苦大家。谢谢，辛苦啊！哎呀，走。哎，我们把那个下一期的节目单对一下。哎，那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已经结束了。主题有没有什么线？你觉得这个味道不是很熟吗？熟悉，跟可兰姐带来的泡菜味儿好像啊。对了，可兰姐，于总的泡菜是你给的？都别挤在那儿了。可兰今天入职，带了泡菜、卤味还有腊肠，在办公室呢，都去拿吧，人也有份儿。这个来，这个来，这个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谢谢。你的泡菜是人的份。别让他俩说话了，赶紧上去。不就是泡菜，不能给吗？而且我分得清给的人都是谁，和我是什么关系。不像某些人，把喜欢番茄的人都搞错。霸道一点，慢一点，会不会啊？你快去呀！说话呀！说话呀！有饥渴，办公室开会。素兰，等一下。于总，可兰现在是节目组的成员，不是吃什么的。你以什么身份让他等你？以赞助商的身份。那赞助商的事宜，请和我谈吧。有什么事儿说。于总，你有什么公事就在这儿说吧，我们都听着。现在没事了。你就这鸡肉切得太碎了，都不好夹了。这个有点甜了。对呀。哎，是。不过有可兰姐在啊，咱们这待遇是提高了，开会都有饭吃了。就是。所以下期我们要不定个跟河鲜有关的主题吧？是你自己想吃螃蟹了吧？是吧？我想吃烧烤，要不定个深夜主题吧？可兰姐啊，你怎么看？河鲜主题的话，所以可兰姐，你也是支持螃蟹宴吧？可兰姐想吃烧烤，她自己都说河鲜主题，当然是吃螃蟹了。烧烤更好吃。
而喜欢一家的泡菜，也许就代表喜欢他所有的记忆和思念，也许会从朋友成为家人。醒醒，起来啦！你起不起来？哎，醒醒！哎呀，你烦死了！这说的话还不够明显吗？连着破有什么用啊？李白不是说过吗？一鼓作气，再度努力，三字必成啊！那是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而且跟李白有毛线关系？我已经没气儿了，摔了，结了。打打气不就有气了吗？不就是追女生吗？还是一个被气到辞职的女生，有什么难的呀？我当年刚当上艺人的时候，失恋，狂吃狂喝，消失了半年多。结果经纪公司非有一个练习生的节目要上，我已经胖到了198斤了。你上节目的时候是胖，但你这198斤……闭嘴，别打断我，思路都断了。我刚说到哪儿了？198斤。距离节目开始还有2个月的时间，我就疯狂减肥，每天健身。经纪人就带着我去赌制片人，刚开始他们根本就不搭理我，我就坚持了2周，他们就发现我真的瘦了很多了。到了1个月的时候，他们就突然觉得，好像我这个胖妞励志减肥也能成为节目的卖点，就破格把我塞进去了。到节目正儿八经开始录的时候，我还有130斤呢。他们都等着看我笑话，可最后节目效果你已经看到了吧？所以，我张碧就信4个字：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加油！加油！油！啊！条件好吗？哎呀！让我喘一口气去。啊！二位，这方案，我觉得是好事儿啊。那个节目组导演表白，于浩肯定有紧张感。那个节目组导演要是追上可兰了呢？你不是说他很矬吗？其实捯饬之后，也挺帅的。关键是你闺蜜的态度，会去节目组工作，不就是还想和于浩能有接触的机会吗？会和于浩拿泡菜的事抬杠，还把番茄搬出来，这不摆明了是吃醋，心里还有他吗？关键他俩谁也不给谁台阶下呀！你说你外甥也是，都跟那个什么前女友分手了，怎么就不能把那个破番茄挂坠给扔了？哎呀，你星期天来吃饭吗？我有个计划。不是，你婆婆去你家吃饭，你让我去给你掌勺，这哪儿的规矩啊？你妈妈到我们家来吃饭，挖我闺蜜掌勺，你不觉得很怪吗？而且可兰肯定也会觉得不对头啊。不怪啊，
我妈那头你也见过，她就不是一个讲条条框框的人，而且她也着急于浩的事儿啊。我们领个人过去，她肯定比我们还上赶。苏可兰那儿，你就这么跟她说。哎呀，就是帮我个忙。我婆婆以前开餐馆的，嘴刁，这些年呢一直在国外玩，难得儿子结婚回来，特产家乡菜。那天我给她吃了你们家做的泡菜，她特别喜欢。不行不行，她绝对会说。那你再上我家捞点不就行了吗？那你就这么说。不够啊！她那天一边吃一边说，这个泡菜要是拿来炒菜，肯定也好吃。我就跟她说，好啊好啊，我闺蜜做饭特别好吃，我让她过来帮忙。是不是于浩也去你们家？坚决不承认，然后就转移话题，说你的婆媳关系就靠他了，撒泼撒娇撒野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就看你的演技了。不是，这是我婆媳关系的重要起点，我哪还顾得上那个破外甥啊？还是说，你嫌麻烦，10几年闺蜜的忙都不愿意帮了？打车来了，报销啊！哎呦，求求了，求求了，打车来我报销。完美。哥姐，咱那别人的事比自己的婚事还来劲呢，要不咱继续看看方案？好啊，来啦！你可不算来。来，大姐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于总来了，你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呀，我把日子给记错了，我这腰又不舒服了。啊，那我回屋帮你捏一捏吧。梦梦，菜我都给你带来了，挺好做的，你自己应该能应付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看，我婆婆马上就要到了，你总不能这个时候甩脸走人吧？妈，哎，梦梦，快进来。哎，阿姨，是你。妈，你们认识啊？还生我气呢？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你看你，去医院都能顺手帮到我婆婆，这是什么缘分啊？简直比当年我在路边捡到公文箱还要天注定啊！是不是？说什么呀？好了，来吧，让惩罚来得更猛烈些吧！打我！哎，好痛！好啦，别生气了，啊！妈，你下次再做拉皮热玛吉什么的，你跟我说，又不丢人，干嘛自己偷偷摸摸的去？我也没被人骗钱嘛，而且啊，要不是我去了，就错过和可南的缘分了。哎，他们俩怎么回事？所以，龚文星的妈妈是于浩的外婆。所以说，龚文星是于浩的舅舅啊，这么好缘分啊！我还以为是远亲呢，很奇葩吧？来，我跟你捋捋啊。我婆婆呢，在19岁的时候生下了于浩妈妈，过了19年，又高龄产下了龚文星，所以说于浩妈妈是龚文星的姐姐呀。哎，而且更巧的是，于浩妈妈结婚结得早，我婆婆生龚文星的时候，于浩妈妈也生于浩，俩人当时一起临产，母女2个人一起跑到医院去生孩子，据说是当时医院的一大奇观。
那你知不知道于浩的妈妈是？顾文兴只跟我说他走得早，还嘱咐我别在于浩和他妈面前提。哦，不过后来顾文兴又跟我说，于浩好像不过生日，也是因为这个。再具体的，他就没跟我说了。那我心里想，人家都不让在家人面前提这个事儿了，我要再去问，就不太好了吧？你要不回来吧？回哪儿？公司啊。我觉得你跟于浩啊，根本就没什么本质问题。你看，你一走，总监这个位置落到我头上来了。于浩是真难伺候啊，我真干不了。而且，你跑到节目组去，和于浩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你还不如回来当总监呢。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也总好过天天见着心烦。来喽，看看，想不想吃啊？想吃啊就直说，不要憋着。这卤味啊可好吃了，好多人都惦记着呢。你要是不下口的话，那别人可吃了。哎呀，老公，咱这药箱在哪儿？可兰切到手了，好大的口子，一直流血呢。哦，没事吧？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就好。那你先等会儿。喂，门怎么锁住了？咦？啊？哎呀，这锁好像坏了。顾文兴，你赶紧去找找东西撬啊！好好好。哎，那我帮你一块儿吧。喂，找到东西开门了吗？一时半会儿打不开。哎，于浩，你看里边有什么活儿，你就顺便帮他干一干啊！哎呦，可兰，要不你陪于浩多聊聊天吧？韩梦好像最近脾气不是特别好。他不是一直脾气都不好吗？扯我干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他接替了你的工作，已经跟人吵了好几次架，动不动就和市场部总监拍桌子，把文件扔我脸上，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我已经很给他面子了，我对他我都注意场合的，从来不让他当众难堪啊。哦，对，在办公室，我都不让别人知道我是他舅妈的呀。最惨的是我好吗？夹在老婆和外甥之间。一会儿老婆，于浩好歹是你老板，他也要面子的，下次忍忍啊。一会儿你别生气了，你是男人，你让着点他，他也就脾气急了点嘛。谁脾气急？我脾气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在节目组做的不顺利的话，可以回来。谢谢于总。我觉得节目组更适合我，不会经常加班，而且手机也不需要24小时开机。
这不马上要录节目了，我想新的准备嘛。节目主题又没出，准备什么？先准备准备，到时候主题出了再套就好了。你是要做酸菜鱼吗？为什么呀？好吃、开胃、下饭，需要理由吗？如果有理由，你想听吗？喂，赵总，怎么了？啊？合同有问题？条款不清楚，地址……啊？什么？行，换交结对吧？行，那你先去跟安杰对一下，我现在给他打电话。菜入坛中，密不透风，发酵成了酸。不知道这酸是愁，还是对鱼的期待、想念。好吃吧，妈？味道真不错，挺好的。我说嘛，可兰厨艺可好了。是，多吃点。你也吃，尝尝。好。可以哈。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来吧。好。要不我送你吧。要不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谢谢于总。你喜欢番茄，可是我不想当代餐。不就是泡菜，不能给吗？而且我分得清给的人都是谁，和我是什么关系。不像某些人，把喜欢番茄的人都搞错。
信我，是为了勾起想念。当想念勾起的只有酸涩，不如不再徒增烦恼。心酸夹杂着甜蜜，距离忽远忽近。你是否也有不再思念的人？还是捉摸不定，感情就像博弈，进退两难的犹豫。渴望你给我讯息，也许更该问问自己，释放最大勇气，向你靠近，汹涌人潮仿佛被抹去。经过了多少风雨，才更坚信你的爱我能感应。哇，巨象哥哥来了！哎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你怎么头发掉了？我，行了，你们去玩吧。红毛怪这两天帅了。吉祥哥哥，你是不是还会画画呢？会啊。那你能画我吗？好，那这个给我，你去坐在那边玩，让我来画你。好。哎，你是每周都来带他们玩吗？是啊。还会画画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男人有爱心，还有艺术细菌，撩妹技能。可兰姐姐今天还来了吗？还要小兔子呢。一个男子汉要什么小兔子？哼！可兰姐姐，小兔子。你上次给我嘚瑟小兔子，是在医院碰见苏可兰了。哎，你说苏可兰每周2次带妈妈来医院做透析，那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？那我又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啊。干嘛？那你看看什么叫执行力。喂，李主任吗？我是 BB。你们医院是不是有一个病人家属叫苏可兰？对，我特别好的朋友。她不是在咱们医院带妈妈做透析吗？
每周2次。我们几个朋友想给他办一个 surprise party， 想知道他妈妈的透析时间表，您看方不方便？谢谢谢谢，苏可兰妈妈的透析时间安排给你发过去。哎，今天就有啊？慢点啊。可爱姐姐，欣欣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呀，经常。慢一点。鱼都给你钓来了，也不好好撩撩。聪明啊！想要学一点。没有。你是可兰现在的领导呀？没有，是可兰过来帮我忙的。听可兰说，你经常来这里陪孩子们玩。之前帮医院拍了一个纪录片，认识了他们。他们都是重症啊？他们年纪还那么小，就要承受这么重的病。在片子的拍摄当中，还有一个孩子因为病重，转入了 ICU， 没有抢救回来。之前欣欣和他最要好，为此哭了好几天。后来他管我要好吃的，说只要有好吃的，就会觉得活着很开心了。后来片子拍摄完成之后，我就每周来这里跟他们一起做菜，至少在那一刻能够暂时忘却病痛吧。芊芊哥哥，今天还要做什么菜呀？无聊。来，听我说，我今天给你们大家带来了一道有魔法的菜哦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来。只要有心，菜会发光，人也一样。要相信，你们每个人都会成长为闪闪发光的大人。真的吗？类似于一个小装置吧，比如像机关似的。哦，原来有机关啦！是啊，一个孩子刚做完截肢，一直没精打采的，我就和医生护士安排了一下。菜盘子下面有灯，做这种我是专业的。你真是有心呀！谢谢金导今天陪我们，那我们明天节目组见。哪里，是你们帮我陪孩子一起玩。哦，我开车了，送送你们吧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麻烦了，我们叫个车就好了。这个点儿也不好叫车了，而且阿姨应该已经累了，坐我车方便点。哦，哎呦，哎，我还真有点晕。
油，搞定丈母娘。送到家了，千万一定要送进家门，死皮赖脸也得赖着吃顿饭。哎，还有，桃花符我给你放车里了，记得贴身带身上啊。记得计划吗？记得。慢点嘛。哎，好。一会儿我们几个先进你家，就在这边。爸妈，我们到了。哎呀，亲家，来，请坐，坐。我进门后就说：“爸妈，那个我去给可兰家送点东西啊。”当然，我已经提前跟我妈说好，要她助攻一把。要不一起叫可兰和她妈妈过来吃饭，让大家一起认识一下。哎，对。当然，我也和我妈说好。好啊，我也很久没见到可兰了，挺想她的。正好啊，也问候一下她妈妈。好，啊，那我去了啊。来，坐，哎，这样呀，于浩和可兰又多了一次待在一起的时间。炖 CP 成功，拉近物理距离是关键。完美。先寒暄，然后梦梦啊提到送东西，梦梦妈提出一起吃饭，我打配合。老婆，嘀咕什么呢？没事。金导，谢谢你送我，到家里坐一会儿，喝口水吧。妈，导演很忙的。不忙。妈，小心啊。可兰，哎，你的包。哦，谢谢啊。那个计划还，哎呀，还计划什么呀？计划全都被打乱了。别担心，于航什么人啊？年纪轻轻就是有为青年，海归 CEO，那个金轩完全 PK 不过的。什么 PK 不过呀？你知道那个金轩他是谁吗？节目组导演啊！妈，你别以为金轩是导演就觉得很厉害，就是一蹲路边吃盒饭的角色。来，喝茶。谢谢阿姨。坐。哎，你们当导演辛不辛苦呀？还好，忙的时候挺忙的，闲的时候也有。这也难怪你们不知道，
那他还有什么隐藏身份？蝙蝠侠、钢铁侠？他是华金能源老板家的小儿子。那收入稳不稳定啊？有活儿的时候挺好的，没活儿的时候就，哎呀，没关系，钱够用就好。你还年轻嘛，慢慢奋斗，以后都会好起来的。哎，也不就是个土豪富二代嘛。阿姨，我来帮你。哎，好。哎，我来。阿姨，这个微博是我的微博，你关注了呀？是我很早就关注了，觉得光看照片就很温暖，很有食欲。陪你一起好好吃饭，有些影调也是拿阿姨拍的照片做的参考。这么有缘分啊！您看，还有这，哎，这个是随便画。导演，你会画画呀？他是加州艺术学院毕业的，当年呢，那也是随便就画着玩玩，就能进高古轩的水平。业余爱好。节目组穷，有些图我就自己画了。不好意思，阿姨，拿了你这张照片做参考，没有得到允许。没关系。哎，画的真好。还有吗？有。这儿。哎，导演，哎，你先坐。哦。哎，导演。哎。我一直想看做饭时候的可兰在画上是什么样子。哎，你能帮忙画吗？画？嫌我的纸笔不好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。那谢谢你啊。那他情敌这么牛，他知道吗？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，两头雄狮为了争夺与雌狮的交配权追逐打斗。
金导，没想到你还会画画呀。可兰，有件事。金导，你饿了？你去那边休息一会儿吧，饭马上就好。好了，我叫你。可兰，要不这顿饭我来做吧，你和阿姨也尝尝我的手艺。哦，行啊，那我尝尝你的手艺。那我给你打下手吧。好。嗯。我来。你这手啊，可别再伤到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等着尝我的手艺吧。我给你把鱼拿过来。好。有意思啊，太逗了。哎，回头给我下一个。没问题。妈，你手烧到了啊？没事没事，哎呀，别大惊小怪的。妈，你也真是的，你往那里做什么事都不管了。没关系，烧水果没事请的事儿，你请的事儿，你怎么能让我妈来呢？没关系，就一点点，别大惊小怪的啊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一点点。妈，吃饭了。导演，你那么早就关注我妈的微博了？缘分吧。导演还拿你猜的照片画画呢。画画啊？哎，导演，你能不能把你画的一些照片发我一份保存呀？哎，顺便也发可兰一份吧。我怕我以后弄丢了。好。金导，吃饭。哎。金导，你看多吃一点。画的多好呀！哎，导演，你是专业学画画的吧？我大学修的现代艺术。哎，那你专业学画画的，怎么又做了美食节目编导啊09年的时候啊，我在美国读书，正好宿舍一家出去度假，我呢就假装发烧逃学，结果没高兴几天，美国正好传出流感来了，我那帮哥们儿呢以为我得了流感，就再也没敢过来找活儿了。谢谢。没事。那你赶紧说你没生病啊！我这不是怕被我爸揍吗？结果活该被关在家里了。不过读剧的时候啊，别的没啥，就是特别容易馋。这半夜好不容易睡着了，但是这梦里头啊，想的都是什么猪蹄儿啊、肥肠啊、火锅什么的。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啊，我就去了我常去的那家中餐馆，谁知道已经停业好几天了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谁会在这个时候过来找我呀？
疫情中还来我们店，一定是很想吃吧？所以这顿算送你，等流感结束了再来点单啊。就特别的莫名其妙。当时我哭得稀里哗啦的。这种食物给人带来的温暖和感受，我想通过节目传递给更多的人。阿姨，吃饭吧，我说的好像有点多了。没事儿，不多不多。妈，吃饭。尝尝。好吃。来，你也尝尝。怎么样？放了红酒。这个就是那个中餐馆的做法。我后来一直对这个猪蹄念念不忘的，就跑过去问那个老板怎么做的。他说他已经郁闷好几天了，因为停业嘛，每天得赔不少钱呢。就边喝酒边做菜，边喝酒边做菜，结果一不小心把红酒洒猪蹄里了，结果没想到特别的好吃。哎，你们说，这世界上是不是有缘分呐？如果不是流感的事儿，就不会有这红酒猪蹄儿；没有这猪蹄儿，你就不会做美食编导，也就不会遇见我们家可兰。妈，多吃点。我也就会和这么好吃的红酒猪蹄儿错过了。是啊，听您这么一说，都是缘分。缘分，遇见什么样的事，走过什么样的路，遇见什么样的人，是无数的因缘际会吗？大锁的 offer 都拿齐了，还看这种小公司啊？离家近啊，方便照顾我嘛。那我要陪你一起去。好。安杰，我给大家做了点卤味。哎，我来吧。哇，不好意思啊，平时大家加班我都不在。嗨，有这口吃的，你加不加班算什么呀？下次再多来点，我喜欢吃卤鸡爪。好，那剩下的我给大家放冰箱了啊。好，谢谢可兰啊。不客气。谢谢。听说我们老板就好这一口，你不加班赔偿给同事的歉意卤味，你说我们该感谢你呢，还是该感谢你呢？你就感谢我吧。你在写什么呢？老板上节目的关键词。老板自己不会写啊？他不会做菜。他节目里不是做的挺好的？之前节目里做苦瓜的文案谁拟的？你又因为什么样的机缘，遇见什么人？他会与你结伴同行吗？还是只是擦身而过？红酒猪蹄儿很好吃。你不也觉得好吃，很喜欢吃吗？你要是喜欢，明天我给你做。妈妈是希望，不总是你做饭给别人吃，而是有一个人在厨房陪着你，你的菜他爱吃，同样他的菜你也爱吃。这段时间对你来说，就像金岛经历的那段流感，流感很难受，但流感总会过去。但好吃的红酒猪蹄儿会永远陪在身边。
是不是突飞猛进，一泻千里？你想说一日千里吧？又挑我刺儿。说一说错怎么了？懂什么意思不就好了？那。不对呀、人家妈妈让你进去画苏可兰，明显是给你机会展示魅力嘛。你好嘛，给人当厨子去了，你这哪是一日千里呀？你最多走了半年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你自己无聊，别把人家妈妈想的跟你一样无聊，好不好？我无聊？哎，没我无聊，能有小朋友把苏妈妈跟苏可兰勾你这儿来吗？没我无聊，那能让你去他家跟他有亲密接触的机会吗？你想，要是苏妈妈想看画出来的苏可兰，那直接用美颜相机转手绘功能不就好了？偏偏让你去画，很明显是借口啊！你看过《泰坦尼克号》没有？Jack 帮 Rose 画了一幅画以后，就孩子死去活来了。就你这步，我这步，这是艺术的魅力啊 ！Jump。重点不是 jump 还是 jump， 是画画，展示魅力。人家妈妈给你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却白白浪费掉了。那以后再找机会呗。这就是画个画，不就是画画？抓紧时间，趁铁打热。你就跟他说，他们要看他画像，找一个美丽的地方给他画画。你会画画吗？你别起反作用啊！我会画画吗？我画的画画廊抢着要好吗？哎，画得好跟画得美是两回事儿。女孩子只要画得美就好。iPhone 的魔鬼前置一定不如美颜相机的。这样吧，我呢，免费给你当个模特，牺牲一下我自己，看看你的画符不符合当代美学主流审美。哎呀，就是能不能展现魅力？别动！哦。大哥，iPhone 的魔鬼前置看了都能死机，你还是走真诚路线。老婆，你说于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追出去那一下，那肯定是要去找可兰的呀，但他又回来了。在磨叽什么呢？傲娇嘛，
老婆，你都为他操一天心了，你别想他了，你想想你老公。还是说那个沈之琳，他忘不了？老婆，哎，你们男人是不是都有那种无聊的初恋情节啊？有意思吗？你知道于浩很喜欢猫吗？小时候，于浩妈妈对动物毛过敏，所以没法养。后来，于浩来到我家，有一天，你看，我捡到了一只小猫。他那几天，每天早晨带它去医院，晚上照顾它，几乎就没怎么睡。可10来天以后，还是没能把那个小猫救回来。于浩是个用情很深的人，他很黏他的妈妈，可是妈妈走了。他很喜欢猫，可即使彻夜不睡，也没能把那猫救回来。后来，他遇见了沈之琳，他还在努力，他愿意为他改变自己，可最终还是不欢而散。有的人有很幸福的过往，所以可以活得毫无顾虑，就像我们。可也有的人从小就经历过不可挽回的离别，受过伤，他就会怕疼。他们宁愿不再拥有，这样至少不会再有失去的痛苦。阿姨，你身体不好，直接送我啊。那行，克兰，你送金导，顺便把垃圾扔了。哦，好。阿姨再见。哎，再见。柔柔散着长发，懒懒蜷在沙发。咖啡开一朵奶花，缓缓掌心融化。天色慢慢就暗了，厨房点亮了光，一天天习惯，一点点温暖，炊烟弯弯。你蓬蓬乱着短发，轻轻拨着吉他，毛衣刚晒过阳光，暖暖让人心安。天色慢慢就暗了，时光却不想散，这就是你喜欢的浪漫。一点点喜欢有着你陪伴，一茶一饭，简简单单，一心一愿吻着你说晚安，一年年，一生一世，朝朝暮暮，瓶瓶罐罐，天天一起
吃饭，甜甜头吻你说晚安。